美军一名医疗兵突然持枪勇闯美军生化基地，却被直接就地击毙，新冠源头再起波澜，此事很可能并不简单。近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克里市突然发生一场枪击案，这原本在美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毕竟美国持枪合法，常年有这样的枪击案件发生，以至于很多人都见怪不怪。但是今天要讲的这件事却十分蹊跷。据媒体报道，这次枪击案发生在美国的雷德特克里克堡军事基地，一名医务兵在当天早上8点的时候突然开枪击伤2名军事基地的士兵，然后前往生化基地，但是被基地警卫兵发现，并被直接就地击毙了。这位医务兵仅只在该基地待了大约4分钟的时间，从时间上看，能够在4分钟内直接把人枪毙，并且没有任何调解或者说谈判的举动，直接定人死刑，无疑证明了这次的枪击事件并不简单。美国必然隐瞒了什么，不然如何解释一个已经被紧急关闭的基地为何依然这样戒备森严？必须要提出几个问题：其一，美军医务兵为何突然持枪勇闯这个美军基地？其二，美军又为何直接就地击毙？据悉，这名医务兵是2012年加入的美军军队，在2019年8月加入这个基地，也就是德特里克堡的美军医学研究中心，并且作为3级医院士官，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更应该知道这是一条死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基地一直以来都是用作研究生物防御，通俗的说就是生化武器，这是美国自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研究的，而且这里在2019年突然被关闭，并且出现神秘疾病，具体情况就不详说了，有想了解的可以去搜索一下。总而言之，自从新冠爆发后，各国开始查找疫情源头，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这里就一直被称为新冠疑云之地。众所周知，新冠疫情源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明确找到，甚至此前美国还以这一点频繁攻击中国，但是在众多证据下明确的证明了并不是中国所为，反而很有可能是美国所为。很显然，这次发生在弗雷德里克市雷特克里克堡军事基地的枪击案再一次掀起了新冠疫情源头的疑云。毕竟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医务兵宁愿冒死也要勇闯一番呢？这是不是说明这里面确实有些什么？毕竟作为生化基地，如今又正处在新冠的风口浪尖，说不是为了新冠去的，都很难令人相信。而且如果说这名士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这个基地中隐藏的秘密，那么基地直接击毙就是完全通顺的。要知道，世界上福尔摩斯还是挺多的，一点蛛丝马迹都很有可能被查出真相。所以为了捂住这个秘密，美国杀人灭口也不是做不出来。歼20最新亮相画面为何引起台媒注意？为何说歼20已经进入了下一个备战层次？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为了在清明期间向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空战英雄孙生路致敬，解放军航空兵第9旅的王海大队以战机飞行表演来展现纪念活动。因为第9旅的前身正是志愿军空军第3师9团。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空军部队如今已经装备了解放军最先进的歼20隐身战机。此次纪念活动中，歼20同样以飞行姿态登场，并且还有一个细节引起讨论。据台媒中时新闻网的报道，从央视放出的歼20飞行画面来看，与以往飞行姿态的歼20不同的是，这一次歼20战机机身下并没有装备龙脖透镜。而台媒表示，正是这个细节代表了歼20战斗机已经进入了下一个备战层次。台媒为何做出这样的结论？龙脖透镜又究竟有何作用？我们在视频中见到的，包括中美空军隐身战机飞行训练时，常常可以在机身上看到一个或者数个很小的凸起装置，这个小装置便是龙脖透镜。龙脖透镜是隐身战机在非战斗飞行状态下用来可以暴露战机位置的一个小装置。我们知道，隐身战机利用机身外形以及机体材料的特殊性，实现最大程度吸收雷达波，从而在雷达面前实现隐身。而龙脖透镜的作用正好相反，它可以有效扩大雷达的截面，从而使得隐身战机出现在雷达上。在隐身战机训练时，自家雷达需要对隐身战机进行实时追踪，从而评估训练成功。而飞机装上龙脖透镜便能实现对隐身战机的追踪。此外，隐身战机在非战斗时飞越他国或者国际空域，安装龙脖透镜可以避免产生误会。另外，在某些军事活动中，如需要派隐身战机对另一国进行示威活动，也会安装上龙脖透镜，故意让对方雷达探测到，以达到威慑效果。
而此次上镜的歼20战机没有装备龙泊透镜，能够完全发挥原本设计的隐身能力，这意味着这架歼20以战斗模式出镜，已经在执行实战导向任务，进入了下一个备战层次。在2019年的时候，解放军东部战区首度公开歼20已经进入东部战区王海大队中，这也标志着歼20战机证实摆脱了试验机性质，已经能组建成旅上战场。而且这支歼20部队还被认为是针对台海局势而部署的一线部队，因此备受关注。而在去年的时候，官方还首次披露了歼20的实战能力。当时在一场模拟空战对抗演练中，王海大队的歼20飞行员在面对不同方向多批次敌机包围时，凭借着出色的作战能力，一举击落17架敌机，不仅逆转了处于数量劣势情况，还取得了17-0的傲人战绩。这一点也证明了歼20对上一代战斗机拥有碾压性的优势，也因此得名空中杀神。英国皇家海军发生撞舰事故，船长指挥不当酿成大祸，为何事后官方却甩锅天气？不久前，英国为了响应美国的号召，宣布派一艘航母部署亚太海域，其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明显。但如今早就不是100多年前，谁还真的在乎英国皇家海军吗？而且，英国海军出发前就碰到不好的兆头，未到亚太就遭重创。据《环球时报》报道，近日英国皇家海军发布消息称，近期英国海军一艘扫雷舰在巴林军事基地进行停靠的时候，不慎与另一艘英国军舰相撞，造成了多达10万英镑的损失，扫雷舰也不得不送到船厂进行维修。据获悉，当天夜间，奇丁福尔德号扫雷舰的舰长的命令这艘扫雷舰与另一艘英国军舰并排平行停靠。但是因为操作不当，导致扫雷舰连续2次与另一艘军舰相撞，而且还让扫雷舰的船体因相撞而开动，由此给英国皇家海军造成巨额损失。据获悉，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舰长的不当操作，而这也是这位舰长生涯中第一次指挥在夜间将军舰与另一艘船平行停靠。很显然，还是因为经验不足酿成大祸。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事后英国皇家海军的通报中却并没有问责这位舰长，而是将锅甩给天气，认为是风、潮流和设备故障造成的事故。不过，如果当天天气因素真的不好，这位没有经验的舰长还冒险进行危险停船，这反映出的问题岂不更大？实际上，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就能看出，曾经辉煌的英国皇家海军如今真的走向衰落。而且不仅仅是军舰数量大不如从前，舰长的不专业指挥导致军舰损失，官方却不敢问责舰长，这是为啥？因为皇家海军不仅拿不出什么船，也拿不出什么人了。我们知道，在大航海时代，英国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日不落帝国。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统治力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而除了军舰数量众多，当时皇家海军的水手也是英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当时成为皇家海军的水兵虽然危险，但却是低层向上成为贵族的捷径，尤其是成为船长，是会被国王亲自授予勋爵。因为当时英国海军力量人员的质量相当高。然而二战后，英国海军迅速衰落，到如今更是连20艘主力军舰都凑不出来。同时，英国皇家海军面对现状，不得不进行编制改革。同时，过去冗余的制度又难以彻底革新，这就让海军人员对普通民众吸引力大大降低。这使得英国海军现在虽然都没有几艘船，但海军后备力量却严重缺失。最终，很多船长只能在矮个子里拔将军，选出来的能力可想而知。但即使是这样，要是不把这些矮个子将军伺候好，到时皇家海军就更没人了。回到亚太问题上来，在英国海军宣布派航母部署亚太后，相信没有几个人会把英国海军放在眼里，但似乎英国人铁了心要跟着美国狐假虎威，可一味的虚张声势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只会让自己沦为笑柄。